你相信这个世界上有鬼吗？欢迎收听由冥界录音室为你演播的民间恐怖故事。你是否曾为了改变生活，匆忙抓住一次机会，却没来得及察觉其中隐藏的危险？在日本的一个炎热夏季，一名年轻人偶然找到了一份看似平常的旅馆工作，却没想到从拨通电话的那一刻起，他的命运早已脱离了自己的掌控。今天的故事是关于一段求职旅程，却险些将主人公引向地狱深渊的灵异经历。你做好准备了吗？一通电话，一个决定，一场你无法逃脱的游戏。烈日悬挂在正午的天空，空气中仿佛有无形的热浪在翻滚，蝉鸣此起彼伏，似乎在嘲笑每一个企图与夏天抗衡的人。主人公小健倚在榻榻米上，手中握着一本厚厚的求职杂志，翻来覆去的查看，却始终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。他的手心因为焦虑而渗出细密的汗珠，指尖在纸页上留下一道道印痕。为什么就这么难？他喃喃自语，随手翻过一页，上面印着的职位不是过于苛刻，就是与他的计划不符。梦想中的旅行几乎触手可及，只差一笔费用。他仿佛已经看见自己站在一片湛蓝的海边，听着海浪拍打的声音，感受着微风拂过脸颊。然而现实却像此刻的夏天一样，让人透不过气。就在他即将放弃的时候，一阵突如其来的风掀起了散落在地上的杂志页，仿佛有某种无形的力量引导着。他愣了一下，视线落在一本杂志翻开的页面上，一则小小的招聘广告跃然眼前。某县旅馆招聘暑期工，包吃包住，环境优美。广播上的黑白照片展示了一座精致的旅馆，四周被郁郁葱葱的森林环绕，似乎与外界的喧嚣隔绝。条件虽不算优渥，但足以吸引人，尤其是对现在几乎靠泡面度日的小健来说，这份包吃包住的工作像是一片绿洲。这地方还挺不错的，他低声嘀咕，心中一股冲动驱使着他拿起电话，拨通了广告上的号码。嘟嘟铃声响了2声，一个温柔的女声传来：你好，这里是旅馆，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吗？哦，您好，我是看到杂志上的招聘广告，请问你们还在招人吗？小健的声音因为紧张微微颤抖。他听见电话那头隐隐传来低沉的对话声，像是那位女士在和人讨论着什么。稍等一下，女生压低了音量，模模糊糊的几句话传进他的耳朵，含糊不清，但好像有一个男性声音在旁边低语：这个时间也可以。过了片刻，女生再次响起：当然，我们还在招人，您什么时候能过来呢？最好尽快，我们现在正需要人手。这一句简单的回答让小健紧绷的神经一下松了下来，他忍不住露出一丝笑意：太好了，那我明天就可以动身。好的，请记得带上您的证件和一些个人物品，我们会为您安排住宿。还有啊，电话那头的声音稍微停顿了一下，像是换了个口气：不要太勉强自己，到了我们这里，一切都会好的。这句话本是安抚的话语，但小健却莫名感到有些不对劲。不勉强自己，他心里咀嚼着这句话，随后摇了摇头，决定不多想。挂断电话后，他想起了刚刚电话中的低语声和那一瞬间的怪异感，眉头微微皱起。但下一秒，他立刻将这种感觉归因于自己的疲惫和燥热。毕竟终于找到工作了，这应该是一件好事。他躺回榻榻米上，脑袋里浮现出旅馆广告中那张看似平静祥和的照片。然而他没有注意到，照片上的旅馆外墙细节处隐约有一道模糊的黑影。窗外风忽然停了，蝉鸣也戛然而止，空气中弥漫着一种压抑的静谧。夜日清晨，第一缕阳光穿透窗帘，小健却感到难以起身，他的脑袋仿佛被灌了铅一样沉重，额头隐隐作痛。他呻吟着坐起身，发现自己的四肢无力，肌肉像是被抽走了所有的力量。昨天晚上睡得太晚了吧？他低声自言自语，勉强撑起身子。走进洗手间后，
他抬头看向镜子，脸上的景象让他不禁倒吸一口凉气。镜子里的自己几乎认不出来，肤色苍白的像失了血的蜡人，眼眶深陷，两团乌黑的阴影仿佛墨迹晕染在眼下。他轻轻触摸自己的脸，发现皮肤冰凉粗糙，甚至有些干裂。这也太夸张了吧。他皱起眉头，试图用冷水唤醒自己的精神。然而当他拿起牙刷时，更加不安的迹象出现。牙刷触碰到牙龈的一瞬间，一股刺痛直冲脑门。他赶紧吐掉嘴里的水，却看到猩红的血液与牙膏混合在一起，顺着水流消失在洗手台的下水道。小健愣愣地盯着流走的血水，心中泛起一丝寒意。他试图说服自己这一切只是因为最近压力过大，但不安的感觉却如影随形。只是小事，别大惊小怪。他用力甩了甩头，试图摆脱脑海里的不安。他看了眼表，时间不早了，旅馆的工作还在等着他。尽管身体状况让人忧心，小健还是决定按计划出发。再怎么不舒服，也不能失信于人。他这样对自己说。简单收拾好行李，他出门时却感到周围的空气似乎变得粘稠而沉闷，连呼吸都显得费力。一路上，小健的身体状况愈发糟糕。太阳高悬，炙烤着大地，他却感到寒意从骨子里冒出，四肢虚软，步伐踉跄。他每迈一步都像是踩在棉花上，路过的行人时不时投来异样的目光。终于他到达了车站，大厅里人来人往，却没有人注意到小健与他们格格不入的苍白面容。他咳嗽了一声，手帕上竟然染上几滴血，他不得不扶住墙才能站稳。买完票后，他艰难地走向站台。就在他等待列车时，一声尖锐的呵斥打破了短暂的宁静：“你别上车！”小健抬起头，一名老太太正用令人毛骨悚然的目光盯着他。她佝偻的身影慢慢朝他靠近，眼神里充满了混乱和惊恐。“你不能去那个地方，回来还来得及！”老太太尖叫着，声音撕裂了车站的喧嚣。小健愣住了，下一秒，老太太扑了过来，像是要强行拖住他。她的手指粗糙冰冷，力气出奇的大，像铁钳一样抓住他的胳膊。“喂，你干什么？”小健挣扎着想要摆脱，但虚弱的身体根本无法抗衡。他甚至能闻到老太太身上弥漫着腐朽的味道。“你听我说，别去那个地方。”老太太的声音变得凄厉，眼神中满是哀求。正当他们纠缠不清时，列车驶入站台的声音响起。小健用尽最后的力气甩开老太太，踉踉跄跄地朝车门走去。然而就在他即将登上列车时，老太太突然再次扑了过来，将他狠狠拉倒在地。“不要上那辆车，求你了！”老太太的喊声充满绝望，手指扣住他的肩膀，像是要将他定在原地。车站的站务员终于跑了过来，将两人分开。小健挣扎着站起身，而列车的车门已经缓缓关上，带着低沉的鸣笛声远去。他抬起头，看到老太太的脸上满是泪痕，但眼神却似松了一口气。“回家吧。”老太太气喘吁吁地说，声音变得柔和。“你不属于那里。”她留下这句话后，颤巍巍地消失在人群中。小健看着列车远去的方向，心中复杂的情绪交织着，莫名的恐惧与松了一口气的感觉同时涌上。他意识到自己还活着，尽管满腹疑问，他还是决定先回家再说。车站上空的钟声缓缓敲响，像在为某种无法解释的事情拉开帷幕。列车的尾灯在远方逐渐消失，空气中弥漫着隐隐的铁轨余音。小健愣在原地，刚才的争执像一场噩梦。老太太那双布满红血丝的眼睛依然刻在他的脑海里。“不要去那个地方，回来还来得及。”这句话犹如一根刺扎进他的思绪，挥之不去。站台的钟声低沉敲响，小健倚着墙喘息，他的头不再疼痛，四肢也逐渐恢复了力量，甚至连刚才在手帕上擦到的血迹都不见了。他的脸色似乎也恢复了几分红润。
他下意识地摸了摸脸，怎么回事？刚刚还感觉快死了。他的语气中夹杂着迷惑和隐隐的不安。一阵凉风吹过，他打了个寒颤，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腕，皮肤竟也不再干裂粗糙，刚刚那种濒临崩溃的虚弱感像从未存在过。他努力让自己冷静下来，回想起老太太的疯狂警告，嘴唇却不自觉地颤抖起来。他的语气中透着绝望和哀求，但为什么？究竟是什么让他对一个旅馆如此恐惧？离开车站时，天空突然暗了下来，细密的雨滴开始落下。小健没有带伞，只能披着湿漉漉的衣服走在空荡荡的街道上。雨水拍打在地面上，溅起冰冷的水珠，他的脚步声与雨声交织在一起，显得愈发孤独。四周的灯光忽明忽暗，路旁的商店似乎提早关了门，窗户后空无一人。空气中夹杂着一种莫名的冰冷，不只是雨水的寒意，而像是一种直抵内心的冷意。怎么街上连个影子都没有？他自言自语，但声音在雨声中显得孤寂且虚弱。他的直觉告诉他，这条路今天与往常不太一样。一道闪电划过，短暂地照亮了整个街道。在一瞬间，他仿佛看到街道尽头站着一个模糊的身影。等他揉了揉眼睛再看时，那里空无一人。幻觉吗？他强迫自己将这不安压下，加快了步伐。回到家时，雨已经渐渐停了，湿透的衣服贴在身上，让他感到一阵不适。他甩掉鞋子，重重地瘫坐在椅子上，心里却始终盘旋着不祥的预感。不对劲，他喃喃道，拿起手机拨通了旅馆的号码。无论如何，他决定告诉对方他可能无法前往了。电话拨通后，传来了一阵冰冷而单调的自动打漏音声。你好，这里是旅馆，我们目前无法接听您的电话，请稍后再拨。小健皱起眉头，感到一丝不安。昨天明明是有人接的，怎么可能变成自动打漏了？他挂掉电话，再次拨通，这次打录音中却传来了一些奇怪的声音。你好，这里是旅馆。声音忽然停顿，接着是一阵嘈杂的低语声，像是有许多人在窃窃私语。他屏息凝神，试图听清，但声音低沉而模糊。去死，去死，去死！突然，那些低语开始清晰起来，重复着这一句短促而冰冷的话，声音越来越大，像是有人贴在耳边嘶吼。小健猛地松开手机，像被电击一般跳了起来，心脏狂跳不止。他的目光死死盯着掉在地上的手机，犹豫了好一会儿才慢慢捡起。他不敢再拨打旅馆的电话，而是将手机的通话记录调出来。他发现自己之前打给旅馆的录音还存着，出于某种莫名的勇气，他点开了录音，里面只有他自己的声音，试图掩饰紧张与期待地说：你好，我是看到招聘广告，请问你们还在招人吗？但接下来的录音却没有了对方的回答，电话里只有一阵丝丝的杂音，接着低沉的男性声音缓缓响起：来吧，我们等你很久了。小健手一抖，手机再次滑落在地，他僵硬地站在原地，呼吸急促，冷汗从额头不断滑落。他回过头看向窗外，雨后天色阴沉，街道空荡荡的，远处隐隐约约传来几声轻微的呢喃，仿佛有人在窃窃私语。他忍不住贴近窗户，窗玻璃上映出他的脸，但他的影像却显得模糊。不知为什么，他感到玻璃里的自己好像在看着他微笑。小健瘫坐在椅子上，心跳如雷，手心已经被汗水浸透。刚才电话里的声音犹如魔咒，不断回响在脑海中。来吧，我们等你很久了。那种低沉沙哑的音调仿佛来自另一个世界。他不由自主地将目光投向那本杂志，这场怪异经历的开端。他静静地躺在桌上，封面因为雨水打湿显得有些模糊，纸张边缘卷曲起来，像是一只等待发声的哑剧演员。我是不是疯了？他喃喃自语，手指僵硬地翻开杂志。小健的目光锁定在那一页招聘广告上，
原本的清晰照片却不见了，广告的页面变得模糊不堪，字迹像是被水渍冲刷后晕染开来，留下大片污渍和皱痕。更奇怪的是，那张展示旅馆外观的照片竟然被烧出了一个洞，周围的边缘发黑发胶，纸张的纹理卷曲起来，散发出一股微弱的焦糊味。他的指尖轻轻触碰那片烧痕，纸张瞬间破裂，露出下面的另一层内容。他颤抖着翻开，发现烧痕之下竟然藏着一篇旧报纸的剪影。黑白照片中正是那个旅馆的外观，只不过画面中不再是祥和的森林和旅馆，而是一片废墟，建筑物被火焰吞噬后留下焦黑的残骸，浓烟弥漫，宛如地狱的景象。照片的旁边是一则报道，标题触目惊心，夏日噩梦，某县旅馆火灾，10余人死亡，原因不明。小健的瞳孔猛然收缩，喉咙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一样。他的目光迅速扫过正文，几段文字像利刃般刺入脑海。事发当晚，所有旅客和员工未能幸存，现场一片焦土。消防员发现尸体排列奇怪，结成跪拜姿势，脸上挂着诡异的微笑。当地居民传言，火灾发生前，旅馆经常传出奇怪的低语声，夜晚还有人影在窗边徘徊。至今无人敢靠近废墟，旅馆的土地被称为诅咒之地。不可能，这不可能是真的。小健低声呢喃，手指用力捏着杂志，指甲几乎刺破纸张。他的呼吸变得急促，整个人像是被巨石压住，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。他盯着那张烧焦的广告，脑海中浮现出昨晚电话里的声音，杂志页上的照片，还有老太太绝望的眼神。种种线索拼凑在一起，像是一个无法摆脱的谜团，紧紧缠绕着他。一种强烈的不安感逐渐在心底蔓延，他突然觉得自己仿佛被什么看不见的东西盯上了。从一开始就不对劲，小健喃喃着他的手攥紧拳头，试图控制不断颤抖的身体，但内心深处的恐惧已经将他吞噬。他觉得四周的空气变得异常沉重，连呼吸都困难起来。他颤巍巍地站起身，试图从杂志的怪异中抽身而出，但就在他转身时，突然感到背后传来一阵微弱的风声，仿佛有人从背后吹了口气。谁？他猛地回头，房间里却空无一人，窗户关得严严实实，风从何而来？他咽了口唾沫，意识到自己此刻已经无法信任眼前的任何事物。杂志静静地躺在桌上，那张烧焦的广告像是在嘲笑他的无知。这不是巧合，那个旅馆根本就不该存在。小健深吸一口气，却感到一阵窒息感涌上心头。他用尽全力站起身，抓起杂志想要丢进垃圾桶，但一股奇异的力量让他无法动弹。他只能看着杂志在他手中剧烈颤抖，像是一件活物。窗外的天空渐渐阴沉，隐约传来细微的喃喃声，仿佛有人在低声议论着什么。他的心脏越跳越快，耳朵里回响起老太太的警告，回来还来得及。而现在，他清楚地知道，自己可能已经来不及了。就在小健的脑海一片混乱时，手机铃声骤然响起，刺破了房间里的死寂。他吓得一哆嗦，手机从桌上滑落，屏幕上的来电显示让他的心脏瞬间收紧，是那个旅馆的电话。怎么可能？他盯着屏幕，喉咙干得发紧，犹豫了一瞬，最终颤抖着接通了电话。喂，他的声音低沉又颤抖，仿佛怕打破某种无形的平衡。你好，电话那头传来熟悉的女性声音，温柔的像春风一般，却又透着一种令人不安的虚假感。我们刚刚看到您的来电，您不必担心，随时都可以过来，我们一直在等您。声音渐渐变得模糊，接着是一阵模糊的耳语，低沉而断断续续的男声，像是有人在念咒，随后夹杂着小孩的笑声，那笑声却空洞的让人发冷，像是来自无底的深渊。您为什么还不来呢？来吧，我们都在等着您。这句话尾音拖长，像是贴着耳朵轻声述说，却让小健的全身僵住。他试图回应，
却发现喉咙像是被堵住了一样，发不出声音。来吧，这句话重复了几遍，声音愈发低沉，像是从四面八方传来。小健再也忍受不住，一把挂断了电话。他的手指僵硬的几乎无法动弹，却还是下意识地点开了通话录音。他颤抖地播放，心中怀着最后一丝希望，想确认刚才听到的并非自己幻听。然而录音中却只有他一个人的声音。你好，我是小健，我一定会来，我一定要去。小健的心猛地揪紧，他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更让他感到毛骨悚然的是，录音中他的声音听起来冷漠而机械，毫无感情，像是被操控了一般。他明明记得自己没有说过这些话，但那的确是他的声音。怎么会？他瞪大眼睛，脑海里一片混乱。他反复播放录音，终于意识到一个可怕的事实：从头到尾，电话的另一端没有任何声音，所有的对话都是他自己在自说自话。就在小健彻底崩溃时，他的目光再次落在桌上的杂志。他的理智告诉他不该再碰它，但某种无法抗拒的力量驱使着他翻开了那一页。那则旅馆的招聘广告已经完全消失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片空白，上面用暗红色的字迹密密麻麻地写着：谢谢你回来了。字迹歪歪斜斜，像是用手指蘸着血写成的一样，纸张还带着湿润的触感。小健盯着这些字，感到一阵彻骨的寒意，他的身体开始不由自主地发抖，仿佛那几个字正盯着他看。窗外的风突然大了起来，伴随着一阵低低的笑声传入他的耳中。他下意识地转头看向窗户，发现玻璃上映出的自己显得模糊不清。他的手微微颤抖，试图擦拭，但那模糊的影像渐渐清晰起来。那不是他的脸，而是一群陌生的面孔。他僵在原地，喉咙发紧，想要发出声音，却发现自己无法动弹。那些面孔朝着他露出诡异的微笑，嘴角的弧度极其夸张，像是某种仪式性的面具。玻璃里的影像突然开始扭曲，仿佛在无声地呼唤他。一阵凉风掠过，房间的灯光忽明忽暗，耳边传来越来越清晰的喃喃声：来吧，我们在等你。小健闭上眼睛，努力告诉自己这不过是一场梦。但当他再睁开眼时，杂志上那句谢谢你回来了的字迹不知何时变成了一句新的话语：你逃不掉的。他的心猛然一沉，身后的空气骤然变得冰冷。一个熟悉的声音在他耳边轻轻响起：欢迎回来。